我重生了，回到他用20万打发我的那天。上一世我拒绝后，被他当成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。他给了我一份工作，一个接近他的机会，让我一头扎进了名为陈余威的深渊。之后的10年，我活得卑微如尘，拼命追着他的背影。在那辆失控的货车撞过来时，我扑过去推开了他。可我得到了什么？在弥留之际，我看到他只是皱着眉。给他家人一笔钱，处理好别上新闻。连一丝多余的表情都没有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做那条铁到一无所有的狗了。我接过了那张卡，当着他们的面轻轻一折，卡片被我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我不需要你的感激费。那辆车是我叫的网约车，司机急刹车也不是因为你，是路口冲出来的一只猫。你从头到尾只是个挡了我路的陌生人，所以别再来烦我。说完我不再看他，转身走出了病房。他大概这辈子都没被人这么顶撞过，一个他以为的救命恩人，一个他随手就能打发的蝼蚁。这颠覆了他的认知，但那又如何？走出医院大门，真好，我李哲回来了。这一世我谁也不为，只为自己，为我的家人而活。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去了最近的银行，取了3200块钱。这笔钱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，本来打算给父亲换一辆新轮椅的，可上一世这笔钱最终花在了陈余威身上。他生日时，我为了挑一条我觉得能配得上他的项链，可他却看都没看，随手就丢给了助理。而我爸的旧轮椅，直到我爸去世也没能换成新的。想到这儿，我的心猛地一响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透不过气。在路边的手机店，我给爸妈各买了一部智能手机，他们一直用着老式按键机，总念叨着能用就行别浪费。然后我踏上了回家的公交车，靠着车窗望着那些既熟悉又恍如隔世的街巷，眼眶一阵阵发热。上一世我所谓功成名就，不准确说是成了陈余威最得力的助手之后，便搬进了市中心的豪华公寓。那时我以为是出人头地，我把父母接去同住，可他们在那儿过得并不自在，邻居之间冷漠疏离，举目尽是冰冷高楼，连个能说话下棋的老朋友都找不到。我总以忙为借口，很少陪伴他们。等到我终于闲下来，想要弥补时，他们却已经不在了。我跑上楼，掏出钥匙，谁啊？屋里传来妈妈带着警惕的询问。妈，是我。看见我时，她明显一怔，随即脸上绽开了笑容。你这孩子今天不是有课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想您了就回来看看。我笑着把新手机递过去，给我爸和您买的。又乱花钱。妈妈嘴上责怪着，眼里却闪着光。爸爸正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轮椅上，他的腿是在我小时候为了救我被工厂机器砸伤的，这成了我心里一道永远的疤。爸，他抬起头看到我回来了。我走到他跟前蹲下，看着他那双因常年劳作而布满老茧与疤痕的手。爸，以后我来养你们。傻小子，说什么呢？你把书读好就是最大的孝顺了。晚上妈妈做了一桌子菜，我一边教他们用新手机，一边陪爸爸喝了2盅。妈妈用手机笨拙地给我拍了张照，对着屏幕笑得很开心。我儿子真精神。爸爸则琢磨着怎么用手机看新闻。这顿饭吃得我心头暖融融的，却又泛着酸涩。这就是我上一世拼尽所有也换不回的时光。第二天我正准备出门，电话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请问是李哲先生吗？我是陈总的助理，姓周。我简单的嗯了一声。陈总希望再与您见一面，不知您今天是否方便？不方便。李先生，陈总只是想当面表达谢意。另外，关于您损毁银行卡一事，陈总也希望您能给予合理解释。真想谢我就把那20万折现捐给孤儿院。至于解释，卡既然给了我便是我的，如何处置是我的自由。李先生，您或许不太了解陈总，在宁城没有人会拒绝陈总2次。那又如何？天地这么大，宁城又算得什么？转告你们陈总，往后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互不相忍。上一世我就是这样一步步坠入他的族中，但这一世我没心思陪他玩这种无聊的把戏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就在今天下午2点半，一只名叫东升科技的垃圾股会因为一则提前泄露的并购消息，在半个小时内暴涨300%，随后紧急停牌。上一世这是金融圈里一桩不大不小的丑闻，而这一世它将是我的第1桶金。卡里还剩1200块，我全部投了进去。下午2点25分，我打开交易软件，东升科技的股价像条死鱼似的瘫在跌停板上，股吧里一片哀嚎，骂庄家黑心的帖子刷了满屏。2点30分整，毫无预兆的一条墨绿的直线陡然拔地而起，1分钟股价从跌停拉回红盘，5分钟涨幅冲到了50%，10分钟直接翻了1倍多，涨了120%，股吧瞬间炸开锅。刚刚还在骂骂咧咧的人，转眼全在欢呼东升威武。我没理会那些喧闹，只专注地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。2点55分，涨幅最终定格在307%。我不再犹豫，全部清仓。1200块的本金转眼变成了接近5000块。数目不大，却是一个踏实的开始。重活一世带来的不仅是记忆，更有一种对时机微妙而精准的把握。
晚上我用赚来的钱给爸爸买了智能轮椅，又给妈妈添了一台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。这钱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妈，您就别担心了。看着他们脸上的喜悦，我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意。导员，我家里有点事，想请个长假。如今的我对大学知识已提不起太多兴趣，我脑海中装着未来10年的商海沉浮与机遇，那才是我将要奔赴的战场。我借了朋友的钱，连同之前剩下的积蓄，差不多1万块，全部投入这只股票。这次我准备做一次长线布局。而陈雨薇那边出乎意料的安静，连续3天没有任何音讯。我本以为这件事就算翻篇了，直到这天我接到表哥的电话。喂，阿哲在哪儿呢？晚上一起吃个饭，你嫂子也来。上一世他算是我父亲这边唯一还有往来的亲戚。自从我爸腿伤之后，爷爷奶奶嫌我们是拖带，早就不走，只有这个姑妈的儿子偶尔还会露面。我曾一直以为他是真心对我们好，我后来发达了没少帮他，给他买房买车，安排他进我的公司当副总。结果呢，他竟联合我的竞争对手盗走公司核心机密。那件事导致我后来一蹶不振，只能借酒浇愁。行啊，在哪儿？老地方城南那个大排档，晚上7点不见不散啊。张涛，上一世欠下的债，这一世我们该好好清算了。阿哲这边，来，阿哲，给你介绍下，这是你未来嫂子刘丽。你好啊，喝点什么？今天哥做东，随便点。直接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阿哲，是这么回事，哥最近看中一个项目，稳赚不赔，就是手头暂时有点紧，缺口大概10来万，你看你那儿方不方便先周转一下？果然来了，和上一世分毫不差，就是这个所谓的项目让他血本无归。当时他哭着脸来找我，我心一软，掏空了所有积蓄给他，结果那钱根本没填窟窿，而是被他拿去给刘玲买了个包。我打算跟朋友合伙开间酒吧，地段都敲定了，保准火爆。你那个朋友是不是叫黄毛？他跟你保证3个月回本，1年就能买车买房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酒吧转让费是30万，你和黄毛各出15万，但实际上黄毛1分钱没掏，反而从房东那儿拿了5万回扣。那个场地消防和卫生全都不达标，早就被下了整改通知，下周就要查封。你现在投进去的钱纯属扔进海里。你胡说！你调查我？调查你？张涛，看在我爸的份上，我最后叫你一声哥，你好自为之。刚到路口，一辆黑色宾利开到我身旁，车窗降下，露出陈玉薇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。上车。他居然一直在这儿，那刚才发生的事，我说过别来烦我。你表哥那个项目我可以处理，我可以出资让你入股，或者我直接买下那间酒吧交给你打理，这是证明你自己的机会。他还是老样子，以为所有问题都能用钱摆平，以为所有人都在渴求他施舍的机会。陈总，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得绕你转？你扔一根骨头，我就该摇着尾巴扑上去？李哲，注意你说话的分寸。我的分寸取决于你的行为，收好你那套居高临下的掌控把戏，我的路我自己知道怎么走。还有，管好你的狗，别让它再跑到我眼前晃。李哲背景简单，一个普通大学生，家境清寒，性格甚至算得上内向。可眼前这个人冷静果断，洞悉人心，甚至透着一种看透事情的沧桑。陈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继续查，我要知道他的一切，见过谁，做过什么，一分一秒都不要言漏。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，李哲的身上一定埋着巨大的秘密，这秘密让我感到了一丝不安。我自己都不明白，这份悸动到底是……他那只股票查清楚了吗？查清楚了，是东升科技。他在股价暴涨前5分钟全仓买入，又在停牌前1分钟精准卖出，整个操作简直像预知未来。预知未来？把我们公司最好的那支分析师团队调过来，复刻李哲的每一步操作，他买什么我们就买什么，他何时抛我们就何时抛。陈总，这不符合我们的投资规范。规范由我定。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真有通天之能，还是个手段高明的骗子。我不信什么神迹，反常的背后都藏着秘密，而我最擅长掌控一切。我并不知道陈雨薇的想法，用赚到的钱在股市里又做了几次短线，本金很快累积到了20万。我在老城区附近盘下了一个小店，打算开一家私房菜馆。
上一世为了讨好陈雨薇，我曾专门钻掘过厨艺。她肠胃挑剔，我便费心琢磨各种药膳养生菜。她从未真正在意过我做的食物，可我的手艺却因此扎实地练了出来。重生一世，我不想再碰与前世记忆紧密相连的东西，唯有下猪能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。店面虽然不大，但位置不错，在一个老小区入口。我花了2天时间重新粉刷，又去旧货市场淘来些桌椅，一切从简但收拾得干净亮堂。爸坐着新轮椅在店里，精神看着比以往好多了。妈更是喜上眉梢，整天琢磨新菜式，干劲十足。我们给小店取了个朴实到有些土气的名字，回家吃饭。开业那天没有鞭炮也没有花篮，我在小黑板写了今日菜单，可我没想到第一位客人竟是陈雨薇。她依旧是那副高不可攀的模样，在这小店门口显得格格不入。周助理好像很不自在。你来干什么？吃饭。我这店小，怕是招待不起，出门右转星级酒店不少。我偏要在这吃。姑娘来吃饭啊，快坐快坐。妈还以为他是我同学。吃什么？黑板上写的每样来1份。这都是我上一世为迎合他挑剔口味，反复试了无数次的菜。我以为他会像过去那样，只是敷衍动2下筷子。我没想到他居然吃得一点不剩。专门学过？自己瞎琢磨的。开这家店投了多少钱？与你无关。20万，你炒股赚来的。你查我？是，不止这个，我还知道你买的每一只股票都像能未短先知，买在最低，抛在最高。李哲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女人就像一块甩不脱的膏药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陈总，你已经严重干扰了我的生活。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来我公司，我给你副总的职位，还有股份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又是这副居高临下仿佛施恩的姿态。陈雨薇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解我？你错了，你看到的只是你愿意看到的。你以为我拒绝你是欲擒故纵，以为我开店是小打小闹，以为你给的这些就是我梦寐以求的。你根本不明白，你什么都不明白。我想要的你给不了，也给不起。我想要的不过是父母安康，岁月平静，内心安慰。这些是用金钱和权力都换不来的。李哲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这世上没有我陈雨薇得不到的东西。那我们不妨走着瞧，慢走不送。我只想安稳过的日子，怎么就这么难？小店的生意比预想的还要红火，虽是家常菜，但味道醇厚，口耳相传，回头客越来越多。爸妈每天忙里忙外，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。可这天店里来了位不速之客，赵凯。上一世正是他策划了那场英雄救美的戏码，却被我误打误撞搅了局。此后他便视我为眼中钉，处处与我为难。他是宁城有名的纨绔子弟，家里做房地体生意。就这破地方也配让陈雨薇吃闭门羹？我看也不怎么样嘛。吃饭请坐，不吃饭请便。哟呵，老板脾气不小啊！爷今天还非吃不可，把最好的菜通通给我端上来。跟这种人斗嘴毫无意义。这什么鬼东西？喂猪的吗？这位老板，菜不合口味的话，我们给您重做一份。重做就能吃了？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老子把你这破店砸个稀巴烂！你想怎样？跪下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你确定？废什么话，赶紧的！好。我仿佛要将这些年积压的愤懑全都发泄出来。
滚！雨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看这小子，他竟敢……闭嘴！带上你的人立刻消失，否则后果你清楚。你怎么样？伤着没有？我没事，但我的店有事。这不只是一家店，这是我们的希望，如今全毁了。我赔，我给你找更大的店面，最好的地段。我不需要。陈玉薇，你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带来的麻烦。若不是因为你，赵凯不会找上门，我的店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所以算我求你，离我远点行吗？我从未想过他会用求字让我离开。安保来做完笔录，将事件定性为互殴。赵家赔了点钱，却不足以弥补我们的损失。母亲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，父亲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店被砸得面目全非，短期内无法营业。我心里堵得发慌，原以为重获一世能护他们周全，结果还是让他们因我而受惊单怕。3天后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赵凯的父亲赵红打来的。李哲是吧？我是赵凯的父亲。赵凯年轻气盛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我代他向你赔个不是。你店里的损失我们会全额承担，另外我个人再出50万，作为给你家人的精神补偿，意下如何？赵红在宁城是出了名的护短霸道，事出反常。条件是什么？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，条件很简单，离陈玉薇远点。你是个明白了，该知道有些人不是你能高攀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离他远点，这事儿就一笔勾销？50万买你一句承诺，这笔买卖很划算。确实划算，但我拒绝。年轻人别太气盛，为了个女人得罪我们赵家不值当。第一，我和陈宇飞毫无瓜葛，是他一直在纠缠我，你要警告该去找他，而非找我。第二，你儿子砸了我的店，伤了我的人，这事不是50万就能了结的。你还想怎样？我要他亲自来我店里，当着所有街坊邻居的面，向我父母鞠躬道歉。绝无可能！我赵红的儿子，岂能向一个厨子低头认错？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。阿哲，你这是何苦？赵家我们得罪不起啊！妈，别担心，这世道不是谁有钱有势谁就占理。他打碎的不只是咱家的碗碟，更是咱家的尊严。这个道歉他必须给。这是上一世结识的私家侦探，人称老 K， 他门路广，手段多，只要价钱合适，几乎没有查不到的事。我将他们的资料发了过去。赵红，你想玩，我便奉陪到底。陈总，赵红去找过李哲了。他说了什么？他想用50万让李哲离开您。他倒挺会估价。李哲拒绝了，这答案在我意料之中。若李哲是能被50万收买的人，他也就不是李哲了。他提的条件是要赵凯公开道歉。我原以为他会趁机索要大笔赔偿，没曾想他要的只是一声道歉，一份被践踏后必须捡起的尊严。赵红拒绝了。赵红已开始动用关系，试图从工商、税务等方面给李哲制造麻烦。他敢？是我，陈雨薇，帮我办件事。赵家的宏远地产最近是不是在竞标城西那块地？我要你不惜代价把那块地抢过来。另外，把他这些年偷税漏税、官商勾结的材料整理一份发给我。我这样做是为了李哲吗？不，我只是看不惯赵红那仗势欺人的嘴脸。我陈雨薇的人轮不到旁人来动。可是，算我求你，离我远点行吗？我的权势与财富在他眼中竟如此不值一提，甚至是负累。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？我习惯了用最直接高效的方式解决一切，却忘了人非器物，情非交易。那天在李哲店里吃到的那顿饭，简单的家常菜，却是任何顶级餐厅都未尝过的滋味。那味道或许就叫家。在医院时，李哲折断银行卡，眼中那抹读不懂的决绝与悲凉。这个男人究竟经历过什么？为何他看我的目光总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却沉甸甸的痛楚？我对李哲的好奇好像超出了掌控欲的范畴。我想了解他的过去，想知晓他为何成为如今的模样，甚至想踏入他的世界。
老 K 的效率极高。2天后，一份加密文件发至我的邮箱，里面是赵红父子这些年积攒的所有污渍：偷税漏税、暴力拆迁、官商勾结、私生活糜烂，甚至牵扯到一桩数年前的悬案，每一条都足以让他们难以翻身。上一世赵家倒台是在5年后，这些罪证那时才被揭露。如今我只是让一切提前发生，等一个绝佳时机，一个能让赵家摔得最狠、永难翻身的时机。我把父母送到了乡下外婆家，告诉他们店面重新装修，让他们散散心。他们虽然担心，却还是依了我。果然这天，工作人员接连上门，各种检查，各种整改通知。我知道这是赵红在施压，想逼我就范。我没反抗，他们说什么我便应什么，开罚单我便交钱，责令关门整改我便锁门。我的顺从让他们有些无措，还以为我会激烈对抗，好让他们将事态扩大。可我偏不，我就这样耗着。赵红终于沉不住气了。你就是李哲，我们老板让我捎句话，年轻人路别走绝了，不该碰的东西别伸手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滚。小子够狂，不给你长点记性，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他出现的那一刻，仿佛整个世界的光都聚焦于他一身。她是毋庸置疑的女王。我说过，我的人轮不到别人来动。陈总，我们有眼无珠，不知道他是您的人啊，都是赵红指使的，全是赵红。不得不承认，他出现的那一瞬，我的心有一丝震动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帮你。我知道你不需要，但我想，你这样做只会让事情更复杂。在宁城，我就是最复杂的那个。谁让我不痛快，我便让他更不痛快。赵红那边不必再虑，他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他出手了，以他的手段，赵红绝无生机。李哲，你究竟是谁？为何你会知晓那么多事？他仍在执着于此，说我是从10年后归来的一缕孤魂，说曾经你将我10年的付出视为笑话，说我重生归来只为离你远远的。我不能。陈余薇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曾做过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的女子与你相貌相似，我像条狗般跟在她身后整整10年，为她挡酒，为她拼斗，处理她不屑一顾的麻烦。我以为只要付出足够，终有一日她能回头看我一眼，可我错了。最终我为她死了，死的时候她就在身旁，比我身下的血更冷，只觉得我弄脏了她的衣裙。陈余薇的脸随着我的话语变得苍白，她的身子甚至开始微微发颤。那只是个梦。是啊，只是个梦，可它太真实了，真实到我每日醒来，心口仍残留着被撕碎的疼。所以陈雨薇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我怕了，真的怕了。我不想再坠入那个梦境，我只想好好陪着父母安稳过完这一生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陈雨薇的眼眶泛红，我从未见过她这般模样。那个永远居高临下、冰冷坚硬的陈雨薇，此刻像一尊即将碎裂的瓷偶。如果梦里的那个人后悔了呢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知道这问题没有答案。上一世的陈余薇从未后悔，这一世的她又凭什么替那一世的自己说后悔？次日，宏远地产所以证据通过匿名邮箱席卷所有主流媒体，赵宏志在必得的地块被陈氏集团以高于市价30%的价格强势夺走，宏远地产股价应声崩盘，催债、解约、查封、墙倒众人推，曾不可一世的赵家在短短3日内分崩离析，赵宏一夜白白被带走，赵凯则因之前的事进去了。我用赵家的赔偿款加上炒股所得，将回家吃饭重新装修。接回父母那天，他们望着焕然一新向小店欣喜如孩童，生活似乎重归宁静轨道。偶尔我会瞥见一辆黑色宾利静静停在街角，我知道是他，却佯装不知。我们之间横亘着一条性命一世的债，那是跨不过的深渊。我的私房菜馆成了口碑载道的热门小店，许多人慕名而来，预约已排至1个月之后。我攒了些钱，在老城区置下一处带院的小屋，将父母接来同住。父亲在院里侍弄花草，养了几只雀鸟，母亲则每日乐呵呵地钻研新菜式。我原以为日子便会这般平淡流淌，直到这天除夕，我们在小院中围坐着吃热气腾腾的年夜饭，院门被轻轻叩响。是陈雨薇，她看起来有些紧张，有些无措，像个做错事的小姑娘。新年好。姑娘来啦，
快进来坐，外头冷。母亲将陈雨薇当做了我的女友，她坐在院子里，与我们一同仰望夜空绽开的烟花。她很安静，只是静静坐着，看我们一家说笑闹腾。她眼中有着羡慕，有着寂寥，还有一丝我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名为温暖的微光。吃完饭后，我送她至巷口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知道家该是什么样的，也谢谢你讲过的那个梦。那个梦让我明白，我曾错过了什么。李哲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将梦里欠你的尽数偿还。这一世，换我来走向你，好不好？